各位在场的观众以及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4个场次。这个场次的主题呢是义气 ESG。
谈到这个义气合作呢，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因为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企业界跟我们的艺术团队呢，有非常多的合作，而且有很好的成果。可是我们今天聚焦的主题呢，是义气的 ESG。什么是 ESG 呢？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都非常的清楚，但是为了让还不太清楚的朋友呢也稍微了解一下，所以在这里呢我稍微做一点点解释。所谓的 E 呢是指的是 environment，也就是环境生态。那 S 呢指的是 social responsibility，也是指的是社会责任、社会参与。那 G 呢指的是 governance。governance 的指的是这个公司的治理啊。所以这三者的这个组合呢，它也成了现在许多人在评鉴公司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今天呢，我们要特别聚焦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很多人在谈 ESG 的时候，大半都会去谈到环境生态啊、永续等等。其实呢，S 的部分呢，反而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出来讨论。特别，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去年文化部呢，跟金管会还有这个证交所呢有一个协调，在这个协调当中呢，也定出了一个上市上柜公司永续发展实务手册的修正。在这个修正里面呢，特别的鼓励了企业界要支持艺术文化的发展。这看起来呢，其实是给了我们艺术团队呢有一股非常强大的支撑的力量。因此呢，这2年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成果。可是这样的成果呢，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面对到了一些挑战跟一些困难呢？今天在我们的第4场的论坛，也就是压轴的论坛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来跟大家请到了4位的来宾一起来分享。我就先来介绍这4位今天的非常难得邀请到的来宾。首先，在我们现场的2位讲者，第一位是财团法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文教基金会的副执行秘书陈维如，陈副执秘。大家好，我是中信文教基金会的维如。第2位是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艺术总监郑佳音。嗨，大家好，我是无独有的佳音。好，他们是在今天我这边的转播现场。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转播现场呢，是在高雄的卫武营。在高雄的卫武营呢，是有2位在第2阶段会加入我们语坛的远在高雄的贵宾。第一位是台湾福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文化长林怡珍。请文化长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好，谢谢文化长。第2位是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学推部创意学习组的组长邹凤芝。好，谢谢周组长。今天我们的场次的进行呢是这样，第1阶段呢有2位的贵宾，在现场的贵宾呢会分别来发表30分钟的演说。第2个阶段呢会由卫武营现场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讨论。第3个阶段呢就是要开放给观众朋友一起来问问题，来一起加入讨论。所以因为时间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就先请维如副执秘来先就中国信托的经验梦想家圆梦工程为我们发表30分钟的演讲。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的维如。我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跟佳音、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以及呢跟很多的艺术导师这几年来我们不断在做的一个偏乡艺文教育，叫做梦想家圆梦工程。那我们现在先进到第1章，首先对中信文教基金会呢我们做一个介绍。那其实呢，中国信托呢，在这家公司成立以前呢，他就已经在扶植艺文了。他1916年的时候呢，这个辜显荣先生，他就在这个大稻埕呢，他买了这个淡水戏馆，把它叫做台湾新舞台。不过这个台湾新舞台呢，它在2次大战的时候被炸毁了，所以呢，在1997年的时候呢，中国信托呢就在信义区搭建了民间第1座民营的由企业来经营的场馆新舞台。那其实相信佳音或者是老师都是对这个新舞台很有印象，它其实是很多人、很多艺文族群他们
很深刻的一段记忆哦。那但是呢，因为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呢，因为中国信托的总部要搬迁，所以呢就结束了新舞台的营运，所以呢中信文教基金会呢就正式进入到了无场馆的这个时代。那因为我们没有场馆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的来定义新舞台的这个精神。我们呢就持续延伸我们扶植艺文的触角。我们希望呢现在我们所谓的新舞台是无所不在的新舞台，是颠覆创新，是跨界结合的新舞台。那现在文教基金会呢有3个面向的业务，一个呢我们还是持续的扶植这个表演艺术，那就是以中国信托新舞台艺术节为主。那再来呢，我们也开始拓展我们的视觉艺术，我们呢有成立一个中国信托当代绘画奖。此外呢，就是这一次我们主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偏乡艺文教育，这个是我们心目中非常就是文教基金会在推广的业务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梦想家圆梦工程呢，就是一个比较深度的、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艺术教育。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来执行呢？我们来看下一章。很多人会问我们说：“哎，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其实佳音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这件跟无独有偶让我们的一个起心动念有关系哦。因为刚刚有说嘛，就是我们在无场馆的时代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新舞台艺术节。新舞台艺术节呢，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公益场。那新舞台艺术节第1届的第1场公益场，其实呢就是跟无独有偶合作的。那一年呢，新舞台艺术节到高雄，高雄那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然后呢是酷暑，但是呢无独有偶那一次呢演出的这个剧码叫做《雪王子》。那一场呢叫做公益场，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了非常多的偏乡小朋友啊、社福团体一起来观赏这个戏剧。那我们都说高雄那一天呢下了一场很温暖的雪，因为孩子们都开心极了。那其实呢那一天因为有一群屏东那马下乡的孩子来，然后呢他们就已经嘻嘻哈哈的已经到了这个验票口了，然后他们拿着这个票说：“哎，我们到底是来看电影的还是来干嘛呀？”所以他们其实他们都没有剧场的体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剧场。那这个也让我们的团队就是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艺术这件事情跟偏乡做一个更深的结合，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每年公益场邀请他们来看看戏、看看节目，那它是不是会不够深度？那如果要深度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来进行呢？于是呢，开始有了梦想家圆梦工程。那梦想家圆梦工程呢，是2017年的时候开始启动。我们就是每一年呢，会结合不同的艺术导师一起到偏乡里头去。那艺术导师呢，就会为这个偏乡的小学设计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这个艺术课程。这个时间差不多都是在半年到1年左右，那就是频次就是以每周上课这样的频次来进行。最后呢，艺术导师呢会跟小朋友呢会有一个共创共演，一起站上正式舞台。所谓的舞台不是像就是一个什么期末的成果发表会啊，在学校演一演啊这样，而是他真的站上表演厅，他真的面对的就是一般的观众。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一届。那这一届呢，就是2019年，我们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呢，我们一起到了金阳部落，那是一个泰雅族的部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部落的故事。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他要才艺的话，他一定要到城市。我觉得原住民他不是弱势，就是因为缺乏了太多。把偶戏带到金阳国小，其实我有时候会疑惑，为什么他们要学戏剧？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他们不能快快乐乐就直接在学校里面玩耍就好了吗？我觉得是为了证明他们可不可以，还有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什么跟学到什么。我觉得这样可以很深入的到学校去做教学，从零到
很丰富，这样生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一次真的可以认识每一个小朋友的特质，然后依据他们的特质，然后他们发挥出来，我们在教学中间跟他们互动的东西，然后产出最后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结果可能会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出戏里面没有所谓的主角，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会希望听到很多观众的掌声。我希望妈妈可以在台下看到不一样的我。我已经准备好要上台了。希望他们可以保持一个很开放的心，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很有勇气，尤其是记住同伴很重要。我也要。表演完的时候，大家才知道我们金阳村的人都很棒。我很感谢他们说，是他们把山里面的能量带到这里，他们带一座山过来。我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记得自己最真实的样子，记得自己是山里面最特别的那一朵花。你是偶的花朵，我是你的花朵。其实我们彼此都给彼此很多的滋养，这个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把艺术教育带到偏乡孩子的身边，就是让生命影响生命。那其实我在这边呢，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下金阳国小。金阳国小他们这个金阳部落很特别，因为他们是在大山里面，他们距离他们最近的车站呢都要1个多小时，那距离他们最近的 7-Eleven 便利商店大概要20-30分钟，所以就可以感觉到它这个地理环境。那它其实是一个封闭型的社区，就是呢学生们、孩子们，他们真的就完全是学校是他们的天和地，就是他们的学校，他们的生活重心就是以学校为中心。他们每天呢上课看到的同学，其实他们回家之后看到的还是同一批人，就是他们的邻居。那他们呢平常去学校上课，放学之后呢，他们要去哪里玩？去学校玩。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社区型的一个部落。那你就可以想象说，小朋友他们如果他们想要去山外，他们就要去学个才艺，他们要去补习，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困难。那也遑论说，其实这里面的小朋友，他们90%以上，他们其实都是弱势族群。那他们大概呢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的。那爷爷奶奶呢，他们在部落里面呢，也都是从事务农的工作，就是会种香菇啊，然后或是有一块田地这样。那所以他们其实呢，也都是家庭上面经济相对弱势的族群。不过学校其实是很用心哦，因为他们还是很希望可以把这个泰雅部落的精神传承下来。所以呢，小朋友呢在学校呢，就是男生学射箭，然后女生就学编织，然后无独有偶进来之后呢，就把这个很多的元素加入到他们的这个戏剧课程里头去。那所以呢，其实想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外面的人看到大山，就是觉得大山好美、好辽阔。其实住在大山里面的孩子，面对的是非常有限的选择。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希望，我们带着艺术教育进去，然后可以让小朋友他们看见自己的能力，再把自己的能力从大山里面带出来。那梦想家圆梦工程的执行方式呢？其实文教基金会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就是把艺术导师跟偏乡小学呢，我们把它媒合在一起，就是有没有适合的课程、适合的艺术导师到适合的学校里头去。那艺术导师呢，就会为这个学校的孩子呢量身设计半年以上的这个课程。那最后呢，我们再和艺术老师一起把这个圆梦舞台搭建起来。那梦想家的足迹呢？到现在其实除了就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一年我们没有执行之外，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现在呢，已经走完了宜花东，也走到了新北市的偏乡。那合作的老师呢，有
布拉瑞扬老师，那有排笛艺术家张忠立老师，也有悠人神鼓。那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呢，我们是连续2度的合作。那2次合作呢，我们也都有不一样的做法。这个稍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分享。再回头，我们谈到关于圆梦舞台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孩子，他不能就是学习就好，他为什么一定要站上舞台？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年以来，就是孩子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当他们站上了正式的舞台，就是灯打到他们的身上的那一刻，他会觉得他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表演者了，那会让他觉得他有一种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这件事情要持续的做下去。且呢，其实我们也进行了这么多年，就发现你真的给孩子们一个任务，他会更认真的去对待这个课程。那因为他们有一个任务，他们彼此之间要共同达成，也可以凝聚他们的团队向心力。那因为呢，走了这么多年呢，我们也很希望知道说这个案子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力，它到底对谁会产生影响。所以呢，我们就让他做了一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量化分析，也就是说，每投入1元。我们文教基金会每投入1元，它可以产生多少的社会价值？那我们也完成了就是全台第1本艺文教育的 SROI 报告书，就是呢它测量的结果就是每投入1元可以产生4.18元的社会价值。那这个呢是我们跟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那因为呢就是梦想家圆梦工程它的执行方式也比较特别一点，所以呢它其实也获得蛮多国内外大奖的肯定的。那我们呢，其实导入 SROI 的那一届是第2年，就是我们跟布拉瑞扬老师一起在台东。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案子里面的立关人他的2边的立关人呢，一边是布拉瑞扬老师，那他其实呢，他在享誉国际站上国际舞台之后，他就一直很想要回到台东的部落，他希望让台东部落的孩子可以在部落就看到现代舞。所以呢，他一直很希望就是在部落里面可以推动这件事情。那另外一头呢是东河国小的孩子，东河国小的孩子呢，他们其实大部分的学生呢是阿美族的。那他们呢就是在某一场部落的丰年祭里面呢，看到怎么其他学校的小朋友都那么会跳舞啊？他们就觉得好羡慕哦，所以学生呢就开始起心动念想要学舞了。可是他们也是一个在山海之间的学校，所以要帮他们找到艺术导师，要教他们舞蹈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老师。于是呢，我们呢就把这2个就是把布拉瑞扬老师跟东河国小的学生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老师们进到他们的学校里面去教小孩子现代舞。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牌卡呢，其实是他们的这个现代舞教学呢，进行了大概半年以上的时间。那最终呢，就是孩子们是在布拉瑞扬，他们每一年都会在台东有个阿奇莱艺术剧嘛。那他们就在那边演出，演出非常的成功。演出成功之后呢，就是要对他们做深度的访谈，希望他们可以掏心掏肺的、绝不藏私的把他们心里面的感受说出来。所以就用牌卡来引导他们说出他们心里的感觉。很好玩的是呢，老师布拉瑞扬舞团的老师跟东河国小的学生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个一个小朋友拿着一把刀，然后对着一只姑且说它是恐龙好了的这一张牌卡。这张牌卡呢，对于东河国小的小朋友来说，他们觉得呢，他们就是那个小朋友，他们在对抗的是恐惧的感觉。因为呢，就是在这个长时间，就是布拉瑞扬舞团的哥哥们教他们学舞的过程中，他们看到这些哥哥们都非常的勇敢，在追逐他们的梦想。就是很多的舞者，他们当初要学舞的时候，也是不被家长同意的，但是他们就是克服了很多的难关，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所以小朋友觉得，他们对抗的是恐惧，他们要跟哥哥一样的勇敢。但是呢，对布拉瑞扬舞团的那些舞者来说，小朋友就是那只大恐龙，因为小朋友太可怕了，就是上课会有各种的不受控，就是有时候他们也会不耐烦，或是不专心，或是他们蹦蹦跳跳的太活泼，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是勇者在斗恶龙。然后每一次上完课之后，他们都会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不过呢，其实大家还是说，在这个彼此磨合的过程中，虽然这个磨合的时间蛮长的，但是呢，其实呢，他们最终呢都会有一种获得一种很满足的感觉。大家彼此之间都在这样的课程中获得了满足，也获得了成就感。
那再来看一下立官人的影响力分析哦，就是呢，我们那时候针对这些学生做出来的访谈结果，就是有近80%的学生呢，他增加了自我认同，他也觉得他拓展了人生视野，那他也觉得，他好像有了更多正面的价值观。那其实呢，在小朋友演出的时候呢，因为部落也会很想要知道说，小朋友到底在干嘛，且就是离乡工作的爸爸妈妈，可能隐约知道孩子们在学校有学舞，但是到底在学什么，那他们就会特别的，就是请假回来看。那在看了小朋友演出那么棒的表现之后呢，他们都会更加的支持学校在推动这个活动，更支持学校推动艺术教育，而且会对学校呢产生更多的信心。那很多人会问说，那你们这样子一连串的课程，让小朋友站上了圆梦舞台，然后呢？然后你们要怎么持续下去？因为其实确实哦，就是我们也是在很多届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如果呢艺术导师离开了，如果我们离开了，就是这个资源。就是好可惜，因为他们好不容易培养了那么多的默契，但是他如果不能延续下去，要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的优化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把社区的力量加进来。那我现在要分享的案例呢，是2021年，就是我们跟优人神鼓一起到了新北市的联动国小。那这个社区呢，它其实呢，就是靠一双鼓棒连接起来。要怎么说呢？我们要从许居福老师说起，就是我们现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个艺术家。他其实呢，本来呢，他是一个陶艺的艺术家。但是他对于打鼓非常有兴趣。那联动国小呢，它其实它附近的那个环境，它附近就有海，所以呢，海上就会有很多的浮球飘到海岸边。那他就把这个浮球捡起来，他想要用这个浮球来制鼓。那为什么说他是吃素的鼓呢？因为呢，许居福老师他觉得，如果我做一面鼓，我就要杀个生，他觉得很不忍心，所以呢，他跟他的太太呢就一起去布市，用各种方式去找了各种布料，他们就是想要看哪一种布料贴在这个鼓面上面打起来会最响亮，所以后来呢，他们就选择了一个很厚很厚的帆布来作为他们的这个鼓面，所以呢，他们都叫它吃素的鼓。那其实呢，许居福老师他在做了这个布依鼓之后呢，他在社区引起了蛮多的回响，他们还成立了社区鼓队，但是后来社区鼓队就因故解散了。那联动国小的小朋友呢，非常有心啊，学校校方就很想要把这个棒子给接起来，但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因为许居福老师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他也不适合一直教小朋友，那学校又找不到适合的老师来教。就是直到优人神鼓就是进入到学校之后，他们的师资才渐渐的稳定。那一年呢，我们就是教小朋友，就是从你要怎么去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当初做的这个鼓，然后你到底要怎么制鼓，所以艺术家夫妇就开始教小朋友从认识这个鼓、认识制鼓开始。然后呢，我们就是渐渐的把社区的力量带进来。那小朋友呢，他们其实他们的任务呢，就是他们当年呢，他们要到大安森林公园做一场非常大型的演出，那观众会有上千人，来自各地的观众。所以呢，他们在要进行这个任务，要登台表演之前呢，他们呢也到社区四处去邀请他们的邻居一起来看他们表演，邀请他们的邻居一起来认识这面鼓。我们来看一小段影片。新的计划就是我们要去大安森林公园打鼓，好，这是你要送给别人的邀请函。第一个一定要整齐，第二个要不要画面干净。当你在下笔前，先想清楚你要写什么。下面呢，这边的话就是2021的12月18下午。因为我们人很少的关系，所以他们有时候在面对陌生人或是比较不熟悉的人，他们都会不敢讲话。那我希望他们是能够跳脱学校这一块。去练习说出他们想说的话，说出心里面的话，然后邀请他们来。那天带着他们去社区，其实他们是很开心，要讲出我要去表演的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很紧张有期待，就是我们的布依鼓要走出我们水南洞社区，要出去外面表演。希望你可以来看。
more than you can see. Take it through all the trials. Just stay with me a while. It takes more than words to know all these little things. 我们学校总共有11个人，我觉得很多。我觉得那个小朋友他说的话，我每次看，我每次都觉得充满了感动。就是我们全校只有11个人，可是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当然很多，因为掌声很多，然后自信很多，你的力量就会很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持续下去的一个初衷。那其实呢，现在呢，布依谷呢，就是在这个联动国小呢，也都有一直在执行下去哦。而且呢，就是经过其实那一天呢，就是社区总动员，然后现在呢，很多爷爷奶奶呢，就是每次孩子孙子要去表演的时候呢，就跟着去追星族，然后就是到处去看他们表演啊。然后呢，且呢，就是他们社区里面有一个社区型的这种理发厅，理发厅的那个阿姨现在就是他们免费的化妆师，就是每次小朋友要登台演出的时候，他就帮小朋友化妆。我觉得真的是一对鼓棒凝聚了这个社区，然后让这个社区可以发挥很大的凝聚力。那第一步完了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该怎么走呢？因为我们确实就是每一年只走一个社区，小朋友也说了嘛，我们学校才11个学生，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扩大影响力呢？我们就又回头找了我们的灵魂伴侣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就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源扩散出去？所以今年呢，就是我们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就启动了一个3年计划，就是同样我们还是先去一个学校做教学，但是呢，同时也启动了种子教师的计划，就是全台湾呢，你只要对这个偶戏教育有兴趣的老师。无独有就是在培训他们，然后让他们再把这个资源带到各自的学校里面去。那我们其中呢选了6个教案，就是会让无独有偶呢来进行陪伴教学。也就是说，这些老师呢，他在受训之后呢，他带着这个偶戏资源、这个偶戏的教育理念，他回去之后呢，跟他的科目各个学科做一些结合，譬如说历史，譬如说地方的文史。或者是说跟他的国语课啊，或是他的表演艺术课做各种各式各样的结合。那特别想要分享就是台南曾文农工以及就是屏东的这个盐埔国中的这个案例哦。屏东盐埔国中其实那个老师呢，他已经非常的精于偶戏的制作了，他还常常带着小朋友就是四处征战去参加戏剧演出。可是他们有一个关卡他们过不了，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还不够会做戏服。然后就很希望说，无独有的老师可以教他们做戏服。结果无独有就出动了林锦如顾问，就是国家文艺奖的得主，然后一个那么资深的剧场服装设计的老师到现场去，然后教小朋友做西装。那天小朋友还带着这个偶和西装走秀。那另外曾文农工的老师呢，我觉得他自己也非常的感人，因为他其实带的是一个特教班的学生。那他其实常觉得特教班的学生常就是因为他们的反应可能不如一般孩子快，他就是那也比较羞于表达，所以他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偶戏教育，让这些孩子们知道说，你要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你要怎么样说话。那天呢是无独有偶的阮毅老师去，那其实在教学完成之后啊，那个老师就是学校的老师，他自己非常的感动。他说，因为平常呢孩子们都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因为他们比较习惯于听命于老师。那但是呢，就是阮毅老师带的他们的这个偶戏教学呢，就是充满了开放式的，然后会跟学生进行讨论。然后他觉得在那堂课程中，他真的好难得看到学生都那么投入，然后那么敢于表达自己。那其实呢，经过了这么多年啊，我们确实每一年呢，我们都在做很多的摸索跟尝试。那今年呢，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种子计划之后呢，我们希望这个扩散的影响力可以持续下去。然后呢，也很希望就是各界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偏乡艺文教育的这个议题。我们相信呢，有你有我，改变就会发生。谢谢大家。
好，谢谢维如副执秘哦。刚才听维如在讲的时候，我其实都蛮感动，尤其是这两支影片。这两支影片里面，我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们在课本上学很多的知识，但是很多的知识呢，其实，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譬如说自信，譬如说勇气。但是看到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在用艺术的方式啊，特别是引进这个艺术导师介入的方式，去陪伴偏乡的孩子们，一步一步的呢，其实是培养了他们的自信跟勇气。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让我非常的感动，而且我觉得艺术真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那个力量会大到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啊。在中国信托的例子里面，我们的确是看到了这件事情，尤其是灵魂伙伴无独有偶。刚才看到影片里面有一位无独有偶的老师说，跟小朋友说，你就是最特别的一朵花。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其实蛮感动的。真的就是当我们给孩子这样的鼓励的时候，特别是资源比较缺乏的孩子这样的鼓励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自信，跟让他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日后成为他们很重要的一种往前走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呢，接着我们就要请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的灵魂伙伴无独有偶的佳音总监来为我们介绍无独有偶怎么跟中国信托合作，以及他们也推动的一些 ESG 的计划跟经验。好，我们请佳音。Hello，嗨，大家好。那很感谢我们的灵魂伙伴哦，让我们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好，那我是佳音，我是一个偶戏工作者。那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选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行业与职业，因为偶戏它是充满了很多的挑战跟可能性。那我从事偶戏32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玩腻，觉得还有好多好多可以去探索的部分。那今天我在这边其实是很重要，是要现身说法，说艺术教育有多么的重要哈。那因为其实回想起我自己小的时候，是成长在父母亲都很严格，然后标准很高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虽然说好像我一直是大家口中羡慕的所谓的学霸，但其实我是一直很缺乏自信心的。然后我脸皮很薄，然后没有办法承受失败。就是如果有不如意的话，我会一直觉得非常的痛苦，没有办法过去这样子。那一直到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参与了兰陵剧坊的戏剧的课程。那在很多这种身心锻炼的剧场游戏的训练之下，那慢慢打开了自己，那可以接受各种的挑战跟可能性，然后可以更平衡的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之中。好，那我们经常去学校带领戏剧活动的案例也发现，通常表现最棒的小朋友都是老师口中那个最顽皮的小孩。然后就说：“哎呀，那是我班上最让我头痛的。”可是他们都是第一个举手要起来上台来那个跟我们互动的。那也让老师看到这些孩子另外一面很有创意、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部分。那我觉得艺术教育就是补足了我们平常在学校教育一个比较标准、比较制式的答案这样的环境之下，那我们可以让这些孩子呢，也可以绽放自己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好，那回顾到无独有偶呢，我们是创立在1999年的9月1日。好，那大家知道当月就是发生了这个921大地震，那我们也就马上停下来我们本来要进行的创作，去思考说我们很想为社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刚好表演艺术联盟有一个921艺术关怀教室，所以我们就马上搭上了这个计划。好，我们就到台中南投的灾区进行了很多艺术陪伴的活动。
当时我们都还没有剧嘛，因为才刚创团，我们就带着一箱戏偶，开着一部车就杀到学校去。那很多校舍都倒了，我们就在户外的操场，在组合屋前，在大树下，好，然后我们拿出偶跟小朋友即兴来互动。那其实这一套的互动呢，后来就发展成偶宝贝趴趴走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示范剧场。那这一套教学一直到现在都还常常在被演出，所以我们可以说无独有偶的草创，好是跟群众走在一起的。那这样一种非常具有社会参与性的这一种基因呢，也一直生根在无独有偶之中。好，那接下来我很简短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无独有偶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好，那无独有偶工作视剧团是创立在1999年，那我们当初有4个爱好偶戏的伙伴一起来创立。那我们希望发展偶戏的各种可能性来做发展方向。那我们是一个穿越当代、过去与未来的偶戏探索者。我们的表现的题材非常的多元，那有像西方的小说啦，或是东方的经典啦，然后儿童的绘本啦，或者是关注社会议题的一些原创的剧本。好，那我们也有很多利用人偶同台这样的表现手法，去把偶戏可以在当代剧场所做的隐喻，好或是象征来发挥到极致。那我们也有做很多和像乐团啊、舞团的一些跨界合作，好，或是说一些文化的场馆，像故宫博物院啊、历史博物馆、台中科博馆等等，啊，他们会把一些教育的主题，希望我们用偶戏的内容来做呈现。那我们也会经常性的带着我们的偶走到非剧场空间来做演出，好，然后我们希望说大家转角。街角就遇到偶，有一些很多出其不意的这样的一些惊喜。好，那目前我们会看到一些画面呢，是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好，用那个国画的这个里面的动物做出来的，好，把它变成立体化，变成戏偶。那现在看到戏偶是帮魏武营的开幕制作的这个大偶，那也很感谢魏武营，希望我们可以让它永续运用，之后又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演出。那我们目前创作基地在宜兰五节乡的立泽，那我们修缮了闲置的谷仓，作为我们的一个立泽国际偶戏艺术村的创作空间。那我们这个村内有排练场啊，有制偶工厂、展览空间、艺术家住宿。好，每年我们会有接待这个国际的艺术家驻村的计划啦，或是大师班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其实有非常多慕名而来的国际偶戏的友人都说，他们其实在全世界都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这样的地方，专为偶戏打造，然后集结了偶戏的创作、偶戏的制作、交流，好，然后休憩的空间，然后所有的这些设备呢，都集在这个偶戏村的一个园区，所以大家其实都会称我们的立泽国际偶戏艺术村为偶戏创作者的一个梦想天堂。好，那我们就是会在艺术村呢有很多交流推广的活动。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剧团呢，其实他们可能会是在有演出的时候才会大家聚集在一起。那平常可能就是各自做各自的其他的事情。但其实无独有偶成立以来呢，一直都是就是专职团队的方式在经营。所以无独有偶来执行永续，它执行的非常的日常。我们并没有特别的一个生产线或是某一个计划专门来做永续。那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运作我们有定目剧的演出，好，那我们有制偶工厂自己生产演出的戏偶，那我们有仓储就可以方便布景道具的一些2次的利用。那除了演出，我们也有人才的教育培育、国际的交流推广的活动。好，那我们的演出也是从国家级的场馆1000多人的观众，好到
独角戏啊，一个人的演出这样都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多样性发展的一个团体。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呢，让各种人力物力都做一些最好的资源运用。那我们目前也在2023跟24也担任2厅院的驻馆艺术家。那我们希望把这些永续的经验做得更扎实，然后记录下来一些比如说可以参考的准则，然后希望在明年驻馆的成果的时候呢，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个偶戏创作的绿皮书手册，让其他的团队也可以有一些参考。那接下来我会聚焦在无独有偶的社会参与我们的教育活动的规划执行上。那无独有偶其实成立以来一直有做非常多的教学。那我们第一次可以做比较带状深入的教学呢，是在国艺会的艺教娱乐的这个计划。那国艺会的艺教娱乐是在03年到15年之间来做进行的，它也是一个艺企合作的一个案例哦。那它的经费是由雄狮铅笔厂以及文心建设来赞助的。那这个专案希望扶植具创意教学潜力的民间英文团体，协同学校教师来设计跨域这个激发创造力的一些教育方案。那其中我们一共曾经参与了3届的一个计划。那因为这个教学是一整学年的，又可以协同学校老师来教学，所以我们就能够深入规划课程。像第1年我们就来到了美浓，美浓的3所国小，龙渡、福安、广兴3个国小。那在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带领这种长期的课程，所以一边在累积经验中呢，我们就学习到如何去平衡，要发挥在地的文化特色，然后还要融合这个偶戏创作的表达技巧，这2方面的课程把它融合在一起，最终就能够带领学童来做利用自己家乡或是身边的一些故事来做创作。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蛮有趣的，就像刚刚魏如副执行秘书提到了，真的很像是也是在打仗，就是孩子们的那个精力无穷无限每次老师们也是要回应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提问然后想象啦。好，那我们孩子们呢也很有趣，是他们可能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上这个，只觉得戏剧课好像很好玩呢，然后到中间又觉得怎么有点辛苦，然后我们好像要排练，然后又一定要团队要好好的合作，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表演。然后到最后真的到了成果表演那一天，每个人都蜕变，好像是蜕变的蝴蝶一样。老师平常很头痛的，到那天突然每个人都变得超级厉害，然后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也在这样的状态中，让孩子们建立出了自信。那我们在进行第2年跟第3年参与这个艺教娱乐计划的时候，那我们是到高雄那玛夏。高雄那玛夏有2间学校是民族大爱国小跟长荣百合国小。那我们在前期入校的时候呢，刚好学校其实是在88风灾之后。所以我们每次去上课的时候，都不是在他们的校舍已经被冲毁了，他们是借山下其他的学校在上课。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去做成果演出的时候，2年之后呢，他们的新的校舍已经盖好了，就可以在新的学校的操场上、新的舞台上来做表演。所以也算是我们在2年的时间一直陪伴了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些家园的改变。那在这边呢，会想和大家来分享一段访问，是当时所做的一些记录。那是孩子们在他们华夏风灾后的一些家园被改变，以及他们的一些心情。是那个在88风灾的时候看到那个
同学们，被土石流冲，住在那个一个破旧的房子里面，那是我们机寮。哦，你们逃到山上的机寮去。然后那边刚好那边那个就要逃过来的时候有拿一些粮食，所以有先吃东西。然后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哭。这个是我们回乡重建的时候，就看到很脏，然后很多破烂的这个，然后但是我们就会要很努力重建，就像从前一样，可以一起跳舞，一起采水果，然后一起耕种。好，就这样。从这个访问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希望孩子们借由这样的艺术创作，可以记录下他们的观察，然后抒发他们的心情，然后借由跟同伴来分享，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一些遭遇，然后同时也可以有一些疗愈与抒发，然后就可以舒缓他们在这段期间所有一些心情上不舒服的一些状态。那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参与文化部的一个文化体验的活动。好，文化部的文化体验呢，是文化部协同教育部一起来做推动的。好，那它这个专案是希望可以促进文化与教育资源整合，鼓励艺文机构及艺文工作者提供学生接触及体验艺文内涵的机会，增加学生对艺文的感知能力。好，那我们从2020年起呢，陆续有好几届的时间都有做参与。我们整理了一套很好入门的这种创作教案，我们会带领学员呢使用这个桌上故事箱的一个方式，就是 Toy Theater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述以他们家乡的故事来做创作。那2021年，我们就曾经带领宜兰的东兴、五渊以及孝威国小，好，那他们其实是在东山河的上中下游这样的3所国小，那我们就让他们呢以东山河流域这个河流跟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创作。所以比如说在宜兰地区有独特的，因为水很多割稻的时候其实是撑着船去割稻，那或者是说，我们会把割完稻会把鸭子养在稻田之间，让鸭子去吃那些剩下掉下来的稻谷，然后之后就它的粪便又可以肥沃土壤，那像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就是会让孩子们先去做了解，然后再用故事箱的方式把它演出来。那我们在2020年是带我们在地的立泽国小跟国中，好，那其实当时有个非常有趣的状况是，我们有一条立泽老街，上面有一些老房子，那可能反而是在地的一些小朋友可能会不知道这些由来，是我们一个外地搬过去的人在书上念了很多资料来跟他们介绍，那之后我们就一起再去找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来帮我们介绍，或者是说他们回家去问爷爷奶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好，所以他们就编创了以前在立泽戏院，他们的爷爷奶奶曾经在那边谈恋爱，好，或是以前的立泽教会有马偕博士在那边帮大家拔牙，好，就他们就会把这些访问到的这个内容呢，做到他们的创作里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文化体验的课程，让孩子们可以去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当他以后出国念书，或是有外宾来的时候，他可以介绍说我的家乡的文化特色在哪里，他是说得出来，并且有一个浓厚的感情的。好，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借由这样的艺术参与，去达到这样的一些效果。那在2019年呢，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呢，接到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的这个邀请，好，进入到梦想家圆梦工程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在我们之前，当然有排笛艺术家
张宗立老师，还有布拉瑞扬舞团，好，这样也都听说那个成果非常丰硕，所以当时也是有一些蛮大的这个压力哦。那后来呢，我们当然就是整理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经验，然后跟中国信托这边讨论，好。然后就觉得这个计划很特别的，就是要让小朋友好可以站上这个圆梦的舞台。那我们进到这个金阳国小，刚才副执秘有介绍，它是一个多半是泰雅族小朋友的一个学校，然后是在山里面。那当时无独有偶，刚好也在制作一出戏剧，是跟土壤的教育有关的。好，所以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去采集土壤里面的动物，然后用显微镜来观察。那我们就发现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对里面的一种生物叫跳虫非常有兴趣。那跳虫它其实很小。比0.5公分还要小，好，然后但它的腹部有个弹跳器官，是它可以跳很高。那我们就想说，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生物大大的梦想来做我们的创作主题。好，我们知道，所以小朋友就编了一个跳虫上月球的故事。好，他们就说跳虫要经过大水冲刷的考验，还要经过火山的试炼，然后才能坐上火箭飞往月球。好。那这个工程呢，我觉得梦想家圆梦工程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特别。那梦想家我们知道是鼓励小朋友造梦，好，然后这个工程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要努力才能把梦想实现。那圆梦的部分就是站上这个圆梦的舞台，我们进到剧场里面，好，有专业的灯光、音响技术人员来跟他们配合，然后我们还会介绍这个舞台什么是翼幕什么是上舞台，什么是下舞台，然后演出排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还有一些剧场的规矩的教育。好，所以它是让小朋友感到说，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小演员，那我也要好好的表现，好，把我在课堂中学的东西好分享给大家。所以当时我们在演出的时候，非常多的家长，然后也是很感动，好，看完都流泪了。好，那金阳国小小朋友也非常有向心力，每一次他们都会刚刚在纪录片也有看到，他们都会用泰雅族语好念他们的校呼。好，那他的校呼的意思是小溪、山、土壤、金阳，然后就环湖这样子。好，然后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很多很可爱的脸庞，常常会回忆起这些的画面。那我们2度呢和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来合作，好，就是最近这次呢就是我们扩大成一个3年的计划。那目前已经进行到计划的一半的部分。那我们计划的前半段呢，一样是进入到学校来做带领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好，那我们这次是来到员山乡内城国小的化育分校。好，那这一次其实比起之前的一些经验的话，其实我们有感觉到这个执行的中间其实有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我们进到学校的时候呢，它是在疫情的期间，好，所以我们都是要戴着口罩，那也会比较不能有近距离的一些肢体的接触，所以其实对戏剧老师来讲是很辛苦，因为我们马上我们很能够表达我们表情的这个脸部表情就被遮掉了一半。好，然后有很多戏剧的信任的活动，好，它都是建立在一些肢体的碰触跟接触上。那我们也必须要去避免掉或是转化这些游戏的一些规则。好，所以我们其实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也有遇到觉得有一些瓶颈，没有办法跟小朋友更建立进一步的这些互动的关系。那后来我们是看到，小朋友在做道具的时候，好像特别的专心，然后特别的开心。好，就是我们就利用机会，因为刚好戏偶表演也有制偶的部分，那我们就在他们制作道具的时候，多去称赞他们，鼓励他们。好，就是建立起他们的信心，然后还有跟老师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信赖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带小朋友演出的内容呢，那也是实际发生在他们村落的故事。就是我们每次开车去化育分校的时候，就会经过7号省道，那我们就会发现路上都是大卡车，那个砂石车一直的来来往往。好，其实，在他们的中华村呢，曾经面临过，就是有商人呢用一些利益来引导他们，好，就是进行了过度的开发。后来是居民的一个出来的抗争，然后才去限缩了这开发的一些年限啊，或者是范围。好，所以小朋友呢，他们也就自己创作了要用动物的主角来叙述他们家乡的故事。那他们主角很有趣，一个是猴子，一个是螃蟹。那他们就说猴子跟螃蟹是好朋友，他们天天会一起玩，还会一起睡觉。好，那我们就是带着他们，把他们心目中的戏偶呢，好做出来。那我们使用的也都是回收的纸箱啦，好一些包装纸材啦，好带小朋友用瓦楞纸板啊，带他们把这个道具做出来，然后带他们引导他们来做，全校一起进来排练，大概有20多位小朋友一起。好，那我们这些大人就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圆梦的一些大人。那我们会用我们的专业带他们去感受，原来我自己这么厉害耶，我可以达到这么多目标，我可以试试看我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们一群人合作呢，可以一起走得这么远。好，最后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国信托的金融园区来表演。是风儿来找我，带来花朵的芬芳，邀请我拜访山谷。蝴蝶轻轻飞，鱼儿溜滑梯，螃蟹捉迷藏，猴子打喷嚏。日落月升，满天星星，梦幻山林的美丽是大自然的礼物。嘎嘎咕咕哦，体会悠悠，梦幻山的歌唱，你是否聆听？生命的乐章永远不止息。摇曳画出彩虹天空，一起分享当初下的约定。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小朋友自己创作的歌曲。好，那我也会常常回想起他们戴上耳机在那边录音的时候，就是那种又好紧张，好不好出错，然后又很兴奋，因为觉得自己很像是歌手在那边录音。好，就是紧张又兴奋的表情，对，也是常常让我回想起的一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好，那我们最近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这个计划的后半段，好，就是我们的种子教师的一个计划。好，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有20位老师来到立泽国际有戏书村，然后在村内呢进行了这个魔鬼训练营。好，就是他们从如何编剧、如何制偶，到自己排练演出，好，自己体验一遍这个团体创作的一个过程，会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好，然后之后他们回学校就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做，那也要撰写他们自己的教案。那我们从里面甄选出6个好优选的教案呢。那目前就是我们的教师会进到学校，带着这些老师一起好协助小朋友完成这个表演。所以呢，这里面就像刚刚说，有国小、国中，甚至特教班的学生，最后也都会有成果呈现。好，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好，那这是一个所以这个计划就转成了我们帮助老师圆梦，老师在帮助小朋友圆梦。好，这样的一个计划可以让种子更为扩散出去。好，然后我们非常希望跟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一些案例，能够像是水中的涟漪一般，好，然后能够再引起一波一波的效应。好，那在今天的这个尾声的时候呢，其实会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们其实常常会接到可能隔了15年
10年、15年后，突然会有人说：“哎，我小时候看过无独有偶的表演呢。”好，那像我们前几年就在脸书接到一个讯息，是我们刚创团时候在北师实小上课的小朋友。好，他说他9岁的时候，我们去学校教学，他非常开心，可以自己做偶表演，而且他当时还跟妈妈说：“我长大就要做这个，我要当 puppeteer。”好，那他跟我们分享他的梦想，成真了。他在纽约的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就是他后来因为移民到美国，在那边的木偶剧院里面担任了表演的偶师。好，所以他非常谢谢老师给他的很多启发。那收到他的这个讯息，我们就去找出了他以前小时候的照片。好，就是想到，哎呀，这就是当时非常的聪明伶俐、伶牙俐齿的一个小女孩。好，那后来呢，还有像他的同学李恒也曾经回到剧团来找我们，那我们也是给他看他小时候的照片，然后非常的开心，在说，哎呀，小时候他很喜欢上偶戏课。那最近我们才刚办完了一个驻村艺术家的发表，我们的志工李天汉，好，他小时候就是看无独有偶的戏长大。那他跟我分享说，他其实高中的同学大部分几乎都是念理工科，只有他一个人是选择了艺术管理，好，这个路线。所以他发现每次在同学会的时候，他的同学现在都开始陆续当了工程师，好，然后他们讨论的都是什么时候要买车子，什么时候要买房子，什么时候结婚生小孩，要生几个小孩。所以他一直觉得很孤单，然后他就觉得他一直非常想要找到一些方式，好，然后能够让他的同学也知道艺术的天地有多么的广阔，多么的好玩。好，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在做这一块的努力。那我们这些人与人的交流，对于企业来讲，可能会是变成了很多一页一页的统计数字，但是对剧团来讲，它像是一张一张照片，有非常多的回忆在里面。那我觉得这2个部分都非常的重要，无论是感人的故事，或是成果报告的效益的统计。好，因为进行艺术教育要很多人力、物力、经费、时间的投入。好，然后如果企业跟团体之间可以互相倾听，然后把力量加成起来，它真的是会产生出很大的力量。然后我们再用大家可以懂得的叙述故事的方式，像是纪录片再传播出去，好，希望可以引起更多人来仿效我们。那最后呢，我想要分享是我们每一次在剧场里面进行戏剧课程，一定会围一个圆圈圈。那怎么样可以把圆圈圈围得很圆呢？好，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一定要能够看到这个团队内的每一个人。好，那我们的圆圈就是非常的圆的。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一个分子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也是我们实践永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那希望跟大家共同勉励。那我的分享就先到这边，谢谢。好，非常谢谢佳音。刚才听佳音讲的，我就有一个感想。刚才佳音说，好像是一个种子种在土地上。我觉得一个种子种在土地上呢，它常常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它也许会长成一个很漂亮的大树或者是一个这个很漂亮的花朵。但艺文团队在做的事情呢，不只是自己的演出好，而且要跨出去做社会参与呢，就是在做一个撒种的工作。那撒种的工作呢，能够把企业的力量一起进来参与呢，那这个种子能够撒的面积就会更广更深大家也许会跟我一样很好奇，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跟无独有偶到底是如何成为最佳拍档的 soul mate 等一下呢，有时间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来问这个问题。同时也要请线上的观众朋友呢，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扫一下这个我们在荧幕下方的 QR code， 把您的问题呢留下来，我们在第3阶段呢可以来一起讨论。
好，我们要进入到第2个阶段。在第2个阶段呢，在我们高雄的现场有2位语坛人，我们要请这2位语坛人呢，先坐到高雄现场的台上，让我来介绍2位语坛人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请第1位是台湾福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文化长林怡珍林文化长来为我们分享他们在高雄地区所做的一些事情。好，我们就把时间跟现场交到高雄卫武营的现场。谢谢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天很荣幸可以以语坛人的身份参与这个盛会。那其实我上个礼拜在文心奖的颁奖典礼的时候，就看到中国信托上台了好几次。那原来是他们一口气得到了4项的一个特别奖。那文心奖是文化部举办，那每2年1届，那主要是在鼓励投入艺文推广有成的一些企业单位或是个人。那台湾福兴呢，从第13届开始，已经连续8年，也就是4届获得企业文化奖特别奖的一个肯定。那有别于中国信托呢，他们以金融业的资源为基础，做的是广大而丰富。那台湾福兴呢，则是充分发挥了制造业的职人精神，做的是聚焦而且独特。OK。那就像事业经营，其实 there's no best practice， 所以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并不是什么最佳方案，而是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OK， 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台湾福兴，我们是全球门锁的制造专家，成立66年，股票上市28年，年营业额80亿，员工全球有2700个人，那有效专利有1500件。我们主要是以 ODM 的外销全球世界，那也有自有品牌在台湾的国内市场销售，市占率超过40%，也就是说大家每天摸的每2扇门里面有1扇就是使用我们台湾福兴的产品。好，所以其实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们产品的使用者跟消费者。OK， 那在这边要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很现实的，事业没有获利就没有资源可以支持艺文。OK， 好。那大家或许会很好奇说，那企业为什么要支持艺文，或是像福兴这样子一个做门锁的公司跟艺文有什么关联？好，那其实每一个企业的出发点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为了法令要求、社会观感、企业形象，或是要帮助产品的销售。那福兴的原因呢，其实是为了让员工产生质变。OK， 我们知道这几年在制造业有不少人都在担心说怎么样才不会被自动化取代、被机器人取代？好，那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活得更像一个人。OK， 好，所以我们福兴借由培养员工的人文素养，让员工产生质变，那希望可以帮助员工更具有竞争力。OK。那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文化呢，也确实强化了我们福兴的一个企业软实力，让我们不只成为世界的第一，也成为世界的唯一。Okay。那早在20几年前呢，我们就已经超前部署，成立了台湾福兴文教基金会。那主要关注运动、艺文跟教育这3个面向。那在艺文的这个部分呢，一开始我们也是想说从孩子做起，然后把资源送进偏乡。不过经过几年的操作之后，我们发现，有几个我们预料之外的发现。第一个是，其实就因为大家想的都一样，所以呢，其实资源真正匮乏的不是偏乡，反而是像我们总公司所在地高雄冈山。这样子不3不4的地方，就不是偏远山区，也不是都会市区，反而常常才是更容易被忽略的。OK， 那比起学校教育，我们也发现家庭教育更是关键。如果父母从小呢就愿意带着孩子一起去亲近艺文的话，那其实更有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培养出喜欢艺文的一个习惯跟态度。OK， 那还有我们也发现说，对于艺文团队来说，比起企业大笔的金钱赞助，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愿意付费进场的观众。OK， 所以有了这些发现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资源拉回在地，然后以员工为圆心，向外扩大培养艺文的消费者。OK， 那当然，就像刚刚老师也有提到，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捷径。
好，那从种子种下到开花结果，它需要长期的耕耘，那也需要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像刚刚中国信托跟无独有偶。那台湾福星呢跟卫武营在还是筹备处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合作，那也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探索啊或新的方式。那我今天带了一支2分钟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福星这几年在艺文这一块投入的一些内容跟成果。那麻烦伙伴。OK， 那其实一次一次的分享呢，我们可以回到简报。其实通过一次次的分享，我们也把自己的思绪整理得更清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影片里面提到我们策略操作的3个面向，我就不一一赘述。有多元艺文体验、培养付费观众，还有共创参与。那最后其实提到企业只要有投入，一定会去看成效。那最基本的会去计算，比如说投入金额、参与的人次，还有受益的人数这些。OK， 那像更进阶的，刚刚中国信托分享的会去计算 SROI。OK， 但是比起这些量化的数字呢，其实福星更希望的是打造一个永续的生态圈。我们希望从我们自身关注的议题出发，携手产官学馆等身边的艺文伙伴，然后呢，从员工为起点，培养员工多元的艺文体验，然后慢慢培养成为付费观众，甚至让员工成为展演的一个演出的创作者。那在对外的话，我们希望支持在地的艺文团队，然后吸引人才回流，然后并持续提供一些艺文创作的机会，希望能够借此支持艺文整个环境的发展。OK。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10分钟真的相当有限，很多细节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的说明跟报告。不过呢，今天在这边很想分享一个message， 就是说刚刚提到的 There's no best practice。好，就像台湾福星跟中国信托，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选择的路径是不同的。OK， 那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创意还有联想力，找到艺术文化跟企业的最大交集，然后可以彼此借力使力，然后一起携手打造一个永续的生态圈。谢谢。好，非常谢谢文化长哦。文化长，这个其实有一个部分，等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他们鼓励员工在企业里面减重。那减重的成绩呢，要怎么样展现在跟卫武营的合作上面，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哦。刚才文化长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
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艺文团队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推票很难的困境。每一次要卖票的时候呢，都会觉得票就是怎么样都卖不出去。所以大家就开始在想要怎么样培养艺文观众啊，很多的艺文团体就会到学校去去做宣传。但是其实福星企业做的呢，却是从企业端开始来培养自己的员工成为艺文的观众，这点是让我非常感动的。而且从企业端来做呢，它有1/3的员工呢都变成了一个经常性的艺文观众，这点真的是要给他按100个赞啊！所以非常谢谢文化长的分享。接着我们要请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学推部的创意学习组的周组长周凤芝周组长来分享。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怡珍，还有各位在场的贵宾，还有线上的贵宾午安，我是魏武营学习推广部的凤芝。那魏武营因为是国家场馆哦，所以它有它的公共使命，也有它的社会责任。所以今天我的分享会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魏武营它怎么样来实现它的企业责任。那第二个就是魏武营怎么跟企业合作，来一起来加成彼此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好，那今年魏武营迈入第5年呢，我们正式呢把原本架构在行销部下面的这个学推组呢，变成1级的部门学推部，那让我们的运作呢可以超越票房行销这个目的导向的功能哦，它可以有更开放的自由度，更高的高度呢去做艺术学习推广，还有文化艺术扎根的这个动作哦。那艺术推广扎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永续行动，因为它不仅是体验我们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它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个文化培力，其实就更不用谈未来的观众，还有所有的节目规划跟制作。所以其实在昨天论坛也有一些讲者提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那所以艺术推广扎根呢，也是魏武营期许成为众人的艺术中心非常重要的基石。那现在您看到的是魏武营的学推部在成立的目标哦，我就不一一过目了哦。好，那我们用哪些计划来实践呢？我们学推部的目标呢，就是您看到的上排第1页哦，就是这个是针对入校这。第1页这边都是免费的推广活动，那上排这边呢，就是有艺企学，还有剧场艺术体验教育计划、大学微学分，这些是入校，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的一些入校的计划。那下排这边呢，就是针对一般大众哦，包括我们的户外的树洞耳机电影院，或是说我们每个月1次的武营来开杠，或是我们免费的每个月1次的武营来跳舞。那最后呢，当然我们有共融友善工作坊。那在下一页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所规划的付费活动哦。为什么规划这个付费活动？其实刚才跟怡珍文化长所提到的，我们也需要培养民众他们参与艺文哦，习惯艺文消费的这个习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页面所规划是0到99岁，针对不同年龄层所分配的所规划的一些活动。那您会看到的，包括我们有亲子日，还有我们针对不同年龄层所规划的创意学习工作坊，或者是说还有我们青少年的戏剧营队。那当然呢，我们还有探索管风琴的音乐会，每个月都会有1次的管风琴音乐会，还有我们的幕后解密，甚至我们在夏天办的下午营。那当然我们还有每年呢会有出版计划，1年会出版2本书，然后1张 CD。顺便小工商一下，前台呢我们今天放了我们即将在12月上市的艺术管理大师 Michael Kaiser 呢逆转胜的艺术这本书。那接下来我想特别聚焦在2个计划哦。第一个计划呢是艺企学，第2个计划是剧场艺术体验教育计划。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的计划，一个是 in， 一个是 out 计划。那一个是做广度，一个是做深度的计划。那这2个计划也是从魏武营开馆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展开的计划。那第一个呢，您看到的这个艺企学，就是我们把学生 in带进来场馆的计划。那这是一个用它的名字就知道艺企学，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由场馆来创作，来产生专业的演出。那邀请企业呢来赞助，让学校的学子们呢能够创造他们第一次进剧场的机会。
那这个是呢，我们用依照年龄层搭配学习单，然后让孩子们有这么第一次进到剧场看演出，让他们知道进剧场是怎么一回事，不会那么畏惧，不会那么害怕，然后启动他们之后呢，愿意再回到进剧场来观赏演出的这个计划。那目前呢，我们已经累积了8万人次，至少有70%以上的孩子是第一次进到剧场来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跳过这个影片。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下一个，就是剧场艺术体验教育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所谓的 OUT 的计划。那我们呢会派驻卫武合作的教学艺术家，进到校园里面去，进驻1整个学期的课程，带领孩子进行读剧的课程、读剧体验的课程。那每学期呢会有8个学校可以参与这个计划，那其中包括1个保留名额给偏乡的学校。那这整个课程架构是我们的艺术家进到校园里面去，然后呢在12周的课程中呢带领他们进行读剧的课程。最后呢，在我们专业的技术还有制作团队支持之下，他们回到我们卫武营的舞台上面做读剧的呈现。那读剧呈现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回到校园里面去进行最后一次的收束课程。那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剧场艺术体验的一个计划呢，是希望让孩子们除了他们对剧场艺术本身的认识，培养他们表达能力，我们也希望透过剧本的阅读呢，还有议题教学来探索自己，让他们理解世界，以及培养他们的公民素养。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人与人需要高度互动的一个计划呢，可以让他们来培养团队合作、还有沟通互动，还有同理心以及领导力。那截至到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有36间学校，将近1000名学生曾经参加过这样的计划。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段这个计划的影片。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表演都是基于人生的课程而进行的。老师好。你只能用走，你爱怎么走都可以，但只能用走。遇到彼此要一。好，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觉得他们就是有越来越，一开始可能不是那么习惯哦，但是我觉得习惯久了，他们就会自己去适应里面的一些规范，然后在这个规范里面去找到一些可以胡闹的地方。我其实蛮喜欢这样的。云霄飞车，刚经历了一场扎实大道的摧残。声音会互相影响跟互相干扰，所以呢，你们要排好顺序，谁大声，谁小声。这边排练喽，先打起来，像他们那样打起来。到这里说，我们就说什么有啦，小朋友持续进步当中，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感觉，他们都知道要干嘛或做什么，但他们就觉得说，哎呦，能玩先玩。他们其实很敏感的，他们还在学习怎么跟我这个都市人相处。今天第一堂课会先确定角色。44之10。哈哈哈哈哈！对，其实你的笑声蛮好听的。对，很好，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故意说先看再审，这样，1、2、3，比前一次更好 ，OK 吗？不要一样哦，Go， 你坏了，来再一次哦，好，来
记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最终位置，也就是3号位置。好，来大家记得。非常好。我们已经不是小孩了。所以它是有很多可能性，我怎么样让它活过来，我才是做这个表演这件事情。操偶有一个原则是，你一定要看着你的偶，尽可能去透过你的眼睛看到偶的世界。大家一起把它撑起来，再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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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老师有说有几个同学是有，就是学习障碍，觉得一起走完就很珍贵了。那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还是可以一起做出特别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不一样。好，其实我觉得，那其实这一周呢是他们第9周，没错，在 FACP 发生的过程中呢，其实有8个学校正在进行这个计划。我们将会在12月14号、15号带这些8个学校的孩子回来，到我们卫武营的表演厅的舞台上做他们这学期的独剧呈现。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谈谈卫武营跟企业合作，怎么样彼此加成我们对企业社会实践的一个实践。好，那当然就是其实台湾福星呢，跟在卫武营开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非常密切合作的伙伴，也是我们非常亲密的伙伴。那不止他们在跟我们合作的面向的广度还有深度呢，都有非常丰富的多元性。那比如说他们就支持了我们的马戏平台。还有支持了我们的我们在如果你们走出去，在另外一个树冠大厅的另外一侧，我们有一个阅读窝，那是一个亲子的阅读窝。那台湾福星从2019年开始就赞助我们800本书，那其实今年的150本书今天刚到货。另外呢，我们的公关伙伴也爬出了，其实福星企业是一个非常重视在地人文、对人直接接触、人对接非常重要的、非常关切的一个企业单位。所以不管是刚才提到阅读窝，透过书本跟孩子们直接接触，或是像我们玻璃路在高雄，把我们这些美好的艺术带到高雄市的各行政区域，其实在台湾福星都是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那另外呢，当然还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花露露的同乐节。那这些案例呢，其实不只说明了就是我们2个企业彼此加成对于企业的社会实践，其实也更说明了推广艺文教育呢，一直都是需要众人齐力的事情哦。其实有一句话就说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kid。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伙伴。还有一起来加入这样子一个永续艺术推广教育的扎根的事情，谢谢。好，谢谢邹组长的分享。显然大家都觉得时间不太够。好，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3个阶段，也就是双边会谈。那同时呢，观众朋友线上的或者是在场的观众朋友，可以扫描我们在荧幕下方或者是在现场提供给您的 QR code， 在 Slido 里面写下您的提问。稍后呢，我们会来请教在2边的一些来宾啊。那首先呢，在等待观众朋友的过程当中呢，主持人就有这样的特权，来先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是很想帮艺文团队来提，也就是我想请教唯如副执秘跟我们在线上的怡珍文化长，其实2位都接触了非常多的艺文团队啊，来寻求合作，但是你们在接触这些艺文团队合作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选择取舍啊。企业有企业的目标，艺文团队有艺文团队的目标，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要如何的去选择一个合适的艺文团队，或者是你们接触了很多艺文团队，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醒很多的艺文团队，如果想要跟企业合作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注意跟建议？是不是我们就先请唯如副执秘？好，我在这边分享，就是因为就像刚刚副校长所说的，就是企业的目标跟剧团的目标或表演团的目标有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如果要结合的话，就是大家好像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前进。就例如说，像我们跟我们的灵魂伴侣无独有偶，确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刚开始呢，我们的目标是一起完成一个公益场。那完成了公益场之后呢，你就会
在这个当中会对彼此会有很多的观察，然后也会有很多的了解。那为什么后来我们会开始启动偏乡教育的这个计划？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无独有偶，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无场馆之后，我们就开始渐渐的聚焦当代艺术嘛。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精致的当代艺术就是推广给大众。那无独有偶剧团，因为他们做的当代偶戏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致。然后且就是在过程中，你就会看到他们对待在我们从事一些艺文教育的时候，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是充满了爱的，就是他们先用爱把孩子的心打开，那孩子的心打开，自然创意就打开。所以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在这件事情的目标上面、跟做法上面、跟心态上面，就会取得一个一致的和谐感。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可能再往前进，然后再延续下去。好。是不是请在高雄卫武营现场的怡珍文化长来帮我们做一点点分享？好，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建议说，艺文团队呢可以多做一点功课，就是去了解一下企业它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那它跟哪些的艺文团队正在合作，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在合作。尤其像我们刚刚的永续生态圈，我们的核心是关注的议题，因为其实回到艺术文化本身，他做这样的创作也是想要做一个倡议，想要做一个发声。那所以如果彼此在关注的议题上是有交集的话，我觉得那会是很好的一个合作。而且这几年我发现，越是严肃的一些议题，越是用艺术文化的方式去做情感的同理，我觉得是效果是更好的。比如说福星这几年一直在关注移工的这个议题，我们公司有200多位移工，那台湾现在也有将近70位的就是外籍移工，所以但是移工还是常常在社会上遭到一些不友善的对待。那其实认知同理上，我们都知道，理性的那个认知上，我们都知道说不能歧视，要友善，要包容。但是有时候可能因为陌生、不了解，还是会有一些不友善的互动出来。那其实我们就透过展演的方式，开箱我们移工要寄回去家里的东西，开箱他们在台湾生活的一些置物柜、一些物件，开箱就是然后展演他们的摄影作品等等，透过艺术文化的方式，让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可以认识移工的这一面。所以其实我觉得艺术团队可以好好把握这个部分。对，谢谢。好，谢谢怡珍文化长刚才的分享哦。我想怡珍文化长是想要提醒我们的艺文团队，如果您跟艺术企业接触的时候呢，不要只向对方说我有多好，我有多棒。你应该更了解，这个企业呢，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这样子呢才能够双方对焦啊。现场已经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想，我们就先来，第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哈，想听林怡珍文化长分享员工减重跟卫武营的创意合作，也就是刚才没有讲完的部分，是不是先请怡珍文化长就先把它补充完？好，那我们知道卫武营有南台湾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条件，天气好，然后空间大，所以卫武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一些空间。那个时候卫武也想说，那我们来设立一个阅读窝。让大家可以进来场馆休息啊，看一本书啊等等的，那也很符合卫武营大众卫武营这样子的一个定调。所以卫武营常说，武营来贼，武营来看，武营来嘎嘎，不一定要来看表演，就来这边享受这个气氛跟空间。OK， 那有这样的想法，硬体的部分当然没有问题，福星支持。那软体的部分，书怎么来？那如果直接去买书，其实就有点可惜了。OK， 那刚好福星呢，每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员工 BMI 超标的，我们会组一个减重班，大概30个人左右，然后为期半年，有营养师，还有健身教练，帮助大家减重。那减重的成果呢？减多少捐多少，把我们的不要的重量变成孩子的精神粮食。所以这几年来，每届大概都减了30个人，大概半年都减了200-300公斤。OK， 那我们就跟在地的独立书店、三余书店、卫武营开书单，卫武营会建议部分的书单，然后我们跟在地的独立书店拿书。然后带到公司，然后由减重班的同仁亲自挑选，
昨天才办完这个活动，第1名的减了19公斤，所以他就挑了19本书，好，然后书会就是到卫武营的阅读窝，也是借由这样的方式，其实在拉近员工跟艺文场馆的一个距离，不一定是要很拘束的看表演，来看看你捐过来的书，其实也可以。OK， 谢谢。好，听起来福星真的是一个幸福企业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培养艺术观众哈。好，我们接着来看，在网络上有朋友想了解台湾福星对卫武营这几年合作的想法，有哪些案例是企业本身的觉得很惊艳，而且是出乎意料的创意合作？这部分是要请文化长，我想先请邹组长要不要先说明一下？好，其实刚才所举的几个例子，不只是台湾福星他们，不是只有这些案例跟卫武营合作，其实还有更多的案例哦。那其实我们就发现说，台湾福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企业，那其实这跟卫武营的我们所希望卫武营是众人的艺术中心这个理念是非常契合的，所以在这个共同的一个理念之下，我们就找到很多可以互相合作的专案，还有可以互相激荡的火花。那像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只是让大家走进来这个场馆有一个阅读窝的一个读书有一个放松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说有很多高度必须要人跟人互动的我们的马戏平台，我们的花路同乐节，这些需要还有我们的玻璃路，这些都是需要非常高度密集人跟人促进人跟人之间互动，尤其是在当然有很多的计划是在疫情之前的时候发生，那疫情之后的时候呢，跟人之间的这种比较近距离的互动呢，其实更是很重要的，再把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温度再拉回来。所以我们在跟我们的公关伙伴在跟福星这边提案的时候呢，大概就是用这样的主轴是向福星提案。那我不知道说文化长这边有没有补充的？我们有哪些的案子您觉得特别好玩？其实以高雄市民的身份，光是卫武营的存在跟诞生就已经是一件很惊艳、很幸福的事情了。因为有卫武营，才有这么多国际的演出，各式各样有舞蹈的。各式各样的表演艺术都有可能在高雄发生。OK， 那卫武营我刚刚提到，其实很好的一个 approach 是大众的卫武营，因为过去高雄，尤其高雄是以农林渔牧重工业为主，所以其实大家在过往其实对艺术是相对陌生的，所以有卫武营这样子一个量体非常大的场馆，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艺文表演带给大家，那大家有机会去从很多元、很不一样的艺术当中找到自己喜欢、有兴趣的。那我们跟卫武营，其实卫武营有一位驻地的艺术家，周书义，他是一个现代舞蹈家。那他一系列艺术共融的计划，我觉得相当的棒。他从跟一位声障剧场表演者一起做一个演出，然后也有结合 VR 做未来的残影这样的一个演出，还有就是刚刚玻璃路，对，其实都是为了推广，把艺术推广到各个角落，然后推广给大众，不只是只有孩子、成人、老人，其实都需要。OK， 谢谢。接着有个问题，有点长哦，我念给大家听。刚刚听到了很多很棒的公益行动表演，或者是具有教育内涵的行动分享，但主要的受众对象都是针对学龄中或者是偏乡地区的小孩。想请问，结合与企业 ESG 的观点，会希望艺文团队透过怎么样的行为来服务现在老龄化社会当中高龄的一群，或者是引导他们透过艺术为老人家带来更丰富的生活啊？不晓得就是唯如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基金会正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激荡啦，就是说，哎，如果我们偏向艺文教育，因为其实基金会我们是在做很多面向的事情嘛，那我们要如何关注老人这一块？直接想起来的就是新舞台艺术节，因为我们还是每一年持续有在做新舞台艺术节，那就是会针对非常多的议题，我们希望呢，就是可以透过艺术的演出来让大家共同讨论当代的议题。那当然，银发族这一块呢，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大家会非常关心的议题。那也许表演艺术团队就是可以透过他们的节目的企划，然后来跟我们共同的讨论，那也许它就可以成为我们当年的策展主题。这个是一个激荡出来的想法之一。所以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偏乡，也不见得就是儿童，完全是看就是这个企业的目标，还有这个企业的价值跟这个团队它是不是能够去谈到跟企业相符的地方。这里呢，嘉音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刚才在影片当中其实看到你们不只是在做小朋友，其实也有一些是服务老人的。我们也有搭配过一些计划，是比如说到日照中心去服务。那其实我们的偶戏村的营运长金崇慧老师本身也在我们社区，每周一都在那个活动中心带老人们做身体的那个开发。好，那我们其实也有在做一些像今年驻村艺术家杨美英老师有带我们社区的大哥大姐来演出。好，那明年也是会预计有邀请艺术家，就持续的在带社区的剧场来演出。那他们大概都是现在都是阿公阿嬷了。对，其实我们也没有对象一定就是小孩，有时候就是看一些机缘啦。那当然，我觉得这位观众提得非常棒，因为现在真的高龄化社会，马上就铺天盖地的来，也可以跟企业一起想一想，我们怎么来做这一块灵魂伴侣。好哦，灵魂伴侣也许可以在一起想一下。不过我就是延续这个问题，我想要问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佳音过去有没有帮老人的部分去向企业做提案的经验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佳音也有很多向企业提案的经验，您觉得跟企业提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那要怎么样去突破？我觉得好像还是那个，就是我们讲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样子。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多企业提案的经验，也是我们目前自己在加强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刚刚像我觉得，福星的林文化长有提到很重要是了解，这个企业在关注什么，对，然后很重要是对话吧。我们会比较希望说，能够取得一个跟对方一起对话讨论的机会，而不是比较像好像只是一个补助，然后我去做了这个案子，然后交了报告。对，那我们比较都希望能够真的有深入的跟企业一起讨论，我们可以怎么来进行一些有一些新创意的一些计划。因为这样子对话的关系，所以彼此才成为 soul mate。好，接下来有一位线上的朋友问了怡珍文化长，他说福星企业刚才提到了关注移工的议题，透过刚才的活动，是不是也产生了什么样实质的效益？可不可以请文化长稍微说明一下？其实当然，展览之后就是参加的人次啊，或是回馈的一些意见，这些都有。不过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前进的力量需要靠每个人都做一点，不是只有1-2个人做很多。那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也有一个 NGO 的伙伴 140，所以其实我每次
最后，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场了哈，今天的最后一场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的会议呢是在早上的10点钟开始啊，所以10点钟不要忘记了，您可以到现场来，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参与。谢谢大家今天一天的参与，我们明天早上见，谢谢。好，也是谢谢高雄现场的林怡珍文化长跟我们凤芝组长。